PHEV 可以不充電嗎？我不可以把一台 PHEV 當成純汽油車來開？這是我發現很多馬來西亞消費者最大的一個疑問。因為在過去PHEV 一直是富人的專利，都是在250千到350千才能夠擁有 PHEV。但在我身旁這一台是馬來西亞汽車市場售價最親民、最便宜的 1.5L Turbo PHEV， 就是 Chery Tigor 7 PHEV。所以今天這集主要跟大家分享最多人的疑問就是我不可以把 PHEV 當油車來開我家裡沒有充電設施，我家裡没有充電樁，我也沒有充電器，我就只是ปั๊60litre的這個 fuel tank 加上 1.5L turbo 引擎，不可以行駛？我不可以把它當 ICE car 來開？我不可以把它當成 HEV 來開？那因為我自己呢開過這個 Chery Tigor 7 PHEV 跟 Chery Tigor 8 PHEV， 完成了超過1200公里的 road test， 就是從吉隆坡去到這個彭亨州、Terengganu、格蘭丹、Kedah、Penang、Perak， 再回到去吉隆坡，所以我非常深刻的體會我知道到底可行還是不可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纯電續航里程，像我昨天在自己的家裡的 Wallbox， 我充滿之後續航里程是90公里。So你知道嗎？全場我走了1200公里，然後那個電池其實在頭100公里就完了啦。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虧電的情況下，單靠這個1.5litre 4氣缸的 TGDI 引擎去驅動這個車重近1800公斤的車子，我們還能夠完成1200公里。你可以從中央螢幕上面看到，這個車子現在完全是處於 EV mode 純電模式，靠前馬達去驅動車子。但這個就有意思因為你知道嗎？很多觀眾分不清楚PHEV 跟 HEV 到底是什麼分別。那一般上市面上的所謂 hybrid 車的電池通常都在 0.8 kWh， 1個 kWh， 或者像 Chery Tigor Cross 這樣子是 1.8 個 kWh。總之一般上的 HEV 大概都在 0.5 到2個 kWh。所以所謂的 HEV 他們的純電續航里程只是在3到5公里或更短，或者下坡的時候可以純電動行駛更遠這樣子。所以 HEV 跟 PHEV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純電續航力。所以這個 Chery Tigor 7 PHEV 呢，它採用 18.3 kWh 的 LFP 磷酸鐵鋰電池。因為有 18.3 kWh 的這個電池，讓它能夠純電行駛90公里，也就符合了大部分人日常通勤，你知道嗎？就是點對點 ，Point A to Point B，Point B to Point A， 上下班載小孩子等等，所以你可以每一天都使用純電來行駛，去到你的目的地，再回到你的家裡。然後如果你周末想要出遠門的話，它還有一個 1.5 litre 4氣缸 Turbo 引擎，帶着你走更遠。你可以60 litre 的 fuel tank 非常的大，所以電池又大， fuel tank 又大，又有一個 1.5 litre turbo， 不是 1.5 litre NA 因為如果你不是 1.5 litre turbo， 你只是一個 1.5 litre NA， 可能在驅動車子方面會有一個負擔，尤其是在電池虧電的情況下。所以因為這期影片我們主要不是要介紹這個車子，主要是跟大家聊，你可以把 PHEV 當油車來開嗎？那 PHEV 不充電可以嗎？我覺得是這樣子的，你當然可以把 PHEV 當成油車來開，絕對沒有問題。那如果市面上這麼多 PHEV， 你真的要選一台來當油車來開，肯定是 Chery Tigor 7 PHEV， 肯定是 Chery Super Hybrid。為什麼我這樣講？因為它這個引擎有高達 44.5% 的 thermal efficiency， 就是熱效能。這個引擎非常的有效率，它哪怕在1500到2500 RPM 左右，車子就能夠提供動力。即便在 battery level SOC 20到30%， 你幾乎察覺不到這個引擎有在工作。這跟我們過去熟知的豪華品牌的 PHEV 不同，因為每當引擎 kick in， 每當引擎介入的時候，轟隆隆，砰一聲，你就會 feel 到引擎正在工作。可是這個車子，你走了幾百公里下來，你根本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用油，它什麼時候用電。
But 這不代表說我推薦你，我建議你把它來當油車用。因為如果你把 PHEV 當油車來用呢，就好像你買了一台智能手機，很強的手機，可是你把 WiFi 關掉，你不能夠上網。你把它最強的地方，你把它最精彩的地方拿掉了。PHEV 它是適合那一些準備要充電、有固定充電設施的人去使用，因為我覺得，你把它當成是一個有引擎的 EV。So， 如果你想要純電行駛這麼長，或者你想要載孩子放學，坐在車裡面吹冷氣，吹半個小時，吹1個小時，引擎不啟動 ，SEV 可能引擎會 on 一下 off 一下，但是 PHEV 絕對能夠讓你坐在車裡面等人1個小時、2個小時，引擎都不啟動，所以你的 exhaust pipe 不會排放廢氣給附近的 kopitiam， 你的 exhaust pipe 不會排放廢氣給校園，你的 exhaust pipe 不會排放廢氣給路過的人，你的 exhaust pipe 也不會排放廢氣給後面的車輛，影響整個環境。這個是 PHEV 做得到，而 SEV 做不到的事情。那通常 SEV 的電池容量太小，做不到 V2L 對外放電的功能，而 Tiggo 7 PHEV 支援 3.3 kW Vehicle to Load， 在滿電的情況下可以使用1200瓦的吹風機長達12個小時。3.3 kW 就是3300瓦加上 18.3 kWh 的電池啊，當你遇到停電的時候，要使用醫療器材、冰箱或者是風扇都沒有問題的。它支援 6.6 kW AC 和40 kW DC 快充。那內飾的話呢， Tiggo 7 PHEV 跟 Tiggo 7 Pro 差不多一樣，都有 24.6 寸的雙聯屏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還有8個 speakers 的 Sony Premium 音響系統。車身尺寸的話， Tiggo 7 PHEV 和 Tiggo 7 Pro 都一樣，但是呢，它的重量是1795公斤，比 Tiggo 7 Pro 重了283公斤。同樣是18寸的輪圈 with Multi-Link 多連桿的後懸掛，只是說 Tiggo 7 PHEV 的行李箱空間會小一點，而且地板底下沒有備胎。然後後排乘坐空間的話，它的這個地板底部受到了一些影響，不過整體來講，頭部空間、膝部空間整體的乘坐感還是非常的寬敞。Go！ My God！ 它的加速真的是絲滑到，我真是無法形容它加速的這個流暢感。它就是電動車，但是它又比電動車更加的快。哇，它整個100公里加速一流啊 ！In terms of 這個價錢啦，你知道嗎？129,800塊，它的綜合動力有279 PS 跟365 Nm 的。Oh my god！ 129,800塊，279 P 365 Nm 的，而且呢 ，Chery Set 這個數據啊，其實是有所保留了的，因為它是瞬間扭力，它單單是電動馬達就能夠提供204 PS 跟310 Nm 的，也就是講說呢，你在純電模式下，整個 1.5L TGDI 引擎都沒有工作的情況下，我現在在 EV Mode 單靠電動馬達加速。你可能以為那個 1.5L 引擎比那個電動馬達有力 ，No， 因為呢，這個 Chery Tiggo 7 Pro 呢，採用 1.6L 四氣缸 Turbo 引擎，搭配 7DCT 變速箱，有197個 PS 跟290 Nm。但這個 Chery Tiggo 7 PHEV 的 1.5L TGDI 引擎只有143個 PS 跟215個 Nm 的，所以你當然就引擎對引擎，那個 1.6 Turbo 對這個 1.5L Turbo， 這個 1.5L Turbo 的動力是少很多，因為它要追求熱效能，它的作用並不單純是驅動車子，它還要給電池供電，它還要配合這個 DHT 的變速箱讓車子處於一個最佳的工作狀態。
那 compared to 市面上的 PHEV 也好 HEV 也好，我覺得 Chery Super Hybrid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全速域它都處於非常好的工作狀態。因為有些 PHEV 啊，慢速的時候不好開，高速的時候比較好開，或者慢速的時候很好開，高速的時候不好開。但這個車子不管你在20、30、100，或者再更快，在 highway 中段加速，你想要開多快哈？這個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這個 DHD 變速箱都能夠配合你去做。So，當然我講了這麼多，你可能會心想，難道它就完美嗎？難道這個車子啊，很多人還是會對於售價親民的車子有一絲保留？那我也非常誠實、非常坦白的跟大家講，它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車子。它不完美的地方就在於，當你不充電的時候，雖然系統會限制最低，它會把這個 SOC 限制在20到30%，不至於讓電池處於0%完全虧電的情況下。但畢竟如果你不充電，它一直處於30%，也是屬於虧電的情況下。那當你虧電的時候呢，它的電動馬達可能沒有辦法輸出完整的這個動力。所以換句話說呢，這個只有143 PS、215 Nm 的 1.5T GDI 引擎要來驅動這個1795公斤的SUV， 我覺得這個會對引擎造成額外的負擔，對油耗也會有影響。它還是非常的省油，compared to 市面上的 HEV 都是有的來的，但它畢竟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工作狀態，它不是你買 PHEV 的目的，你買 PHEV 的目的就是要享受滿電滿油，可以油電混合行駛1200公里以上的這個樂趣的這個 efficiency， 而不是讓你把它當成是一台汽油車來開。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當成是一台汽油車來開，你可以選擇 Chery Tiggo Cross HEV， 你也可以選擇 Chery Tiggo 7 Pro 1.6 liter turbo 的那一個。也就是講呢 ，PHEV 的靈魂就在於那一根充電線。PHEV 設計的初衷是在市區行駛的時候用電，在長途行駛的時候用油，沒有里程焦慮症，沒有 range anxiety。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充電，如果你從來都不充電，你只是買了一台更重、後備箱更小、機械結構更複雜，所以記得 PHEV 一定要充電，才能夠享受到1+1大於2的這個益處。非常的有力，因為電池在車身的底部啊，它也起到了一個隔音的作用。你會覺得整體車子的這個隔音 NVH 會比純汽油的車子還要來得好。然後我知道講到電池，馬來西亞的觀眾、馬來西亞消費者最關心的就是 battery warranty， 它 warranty 你多少年、多少公里，然後你知道嗎？所以這個 Chery Tiggo 7 PHEV 呢 ，Chery Auto Malaysia 給你的 standard battery warranty 是8年或16萬公里。So extended 的 battery warranty 可以去到10年或25萬公里。而如果在這個 warranty period 裡面，你的 S/H 就是 battery 的 state of health， 電池的健康，就像你 iPhone 的手機會有一個 battery health 啦，低於 70%， one to one replacement， 一顆電池換一個電池 ，OK。當然，我們講到車子 vehicle warranty 都有7年或15萬公里的這個廠家保固、原廠保固呀。所以影片最後的結論就是，PHEV 可以不可以把它當成是油車來開？可以，絕對沒有問題。但是我個人不建議你這樣子做，因為你知道嗎？你買了一個 PHEV， 然後你又不能夠享受到它的純電續航里程，這個有一點可惜 ，right？但 again， 我要再次強調，即便你不充電，
它都還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省油 ，which is 我親身體驗過，我親身嘗試過。但這不是 PHEV 的最終目的，這不是 PHEV 最理想的一個輸出方式，這不是 PHEV 最理想的一個呈現方式 ，right？So 喜歡影片記得 follow 我的這個 YouTube 頻道，我是戴祖義，我們下期影片見。